凌晨3点，我微微睁开眼，动了动身子，主卧大床上只有我一个人，清冷无比。而隔壁的房间却传出一阵阵令人心跳加速的声音。我的老公傅凯文正和他乡下来的同学纠缠在一起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3个月前，老公的同学杨艳艳从老家来市里找工作，因为没学历、没技术、没经验，到处碰钉子后找上了老公，求我们收留她，愿意无偿当我们保姆，只要肯给她一个房间住就行。我本不同意，可经不住老公的软磨硬泡，勉强答应了。谁知竟是引狼入室。一开始，杨艳艳表现很好，做饭、打扫卫生、洗衣服，手脚勤快，干活麻利，对我也是毕恭毕敬，嫂子长嫂子短的。忙碌了一天的工作，回来有这么一个人干家务，也确实省心不少。上周二，家里的公司要和香港企业谈合作，老爸派了我去。谈判出乎意料的顺利，原本定的周一返程，提前1天变成了周天。我兴奋地回家，想象着老公看到我惊喜的模样。我和老公傅凯文大学相遇，一见倾心，坠入爱河，毕业便走入了婚姻殿堂。原本老爸并不同意我嫁给这个穷小子，认为两家差距实在太大，门不当户不对，以后吃亏的是我。奈何我一味坚持，加上傅凯文此人着实优秀，成绩斐然，能力突出，而且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，这才答应我们结婚，并全款为我们买了婚房，婚礼一切费用也都是由老爸掏腰包。而老公家里分文未出，只有婆婆一人来参加了婚礼。彼时的我觉得友情饮水饱，别的都不重要。我高兴地按了一下指纹，滴的一声，门开了。只见老公和杨艳艳抱在一起，房间里一片狼藉。轰的一声，我的头炸了，愣在原地。看见我进来，两人也俱是一愣。首先反应过来的是杨艳艳，立刻起来，扑通一下跪在我面前。嫂子，都是我的错，不怪凯文，是我勾引他的，他只是喝醉了，把我当成了你，把你当成我，不看看你自己的样子，你也配？傅凯文，给我一个解释。转身进入主卧，老公急忙跟着过来。老婆，我只是喝多了，原谅我好吗？你的酒量一向很好，再说真的喝醉是不举的，你当我傻吗？此刻看到老公，我心里就泛起了恶心。老婆，我错了，就当我鬼迷心窍，猪油蒙心，我发誓再也不会了。让他马上滚，在我眼前消失，再也不许进这个家门。我气愤地说道。不要，嫂子，嫂子，你行行好，让我留下来吧。卧室门突然被打开，杨艳艳急忙跑进来。我自小父母双亡，跟着老家亲哥嫂生活，家里嫂子容不下我，冤枉我偷钱，硬是将我打了出来。我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，嫂子若是不留我，我只有一死了之。杨艳艳说着就要向旁边的墙撞去，被我老公一把抓住。老婆，艳艳真的是走投无路才来找我们的，真要撵她走，她怕是会走上绝路。老婆，你最善良了，再给她一次机会，让她留下来好吗？再说她在这里，我们俩都不用做家务，生活会更舒适。老公哀求地说着，看着杨艳艳跪在地上，哭得声泪俱下，
我也怕他真会寻短见，到时候闹得不好收场，一时心软丢下一句好自为之，下不为例就走开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总是感觉困困的，没有精神，每天晚上不到9点就会睡着，第二天早上还是感觉睡不醒。老公说我可能是前段时间出差累的，多休息几天就会好，让我不要胡思乱想。又是晚上，老婆，把牛奶喝了，燕燕刚给你温好的。好的，放那儿吧。突然，我脑子里灵光一现，不会是这每天必喝的牛奶有问题吧？趁老公不注意，我偷偷去主卧卫生间将牛奶倒掉，并告诉老公牛奶已经喝了，现在想睡觉了。好，老婆，你安心睡吧，我帮你关门。老公关上门就走了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9点了。前几天这个时间已经睡着了，今天却没有睡意，看来牛奶真的有问题。这对狗男女竟然给我下安眠药。我躺在床上，怕老公突然进来，假装睡觉，却十分留意外面的动静。9点半，隔壁卧室开始有声音。凯文，他睡了吧？凯文，你这个媳妇竟然还想着不生孩子，做丁克，这样你们老傅家岂不是要绝后？真不知阿姨当初是怎么答应你们结婚的。阿姨说，本来我才应该是你们家儿媳妇，也只有我才知道你要什么，还说让我给你生个孩子，好让伯父在地底下安心。杨艳艳心有不甘，又莫名自豪地说道 ：“Excuse me， 这是什么鬼对话？”我继续听了一会儿，才明白，原来杨艳艳根本就不是老公的同学，而是早些年家里给她定的娃娃亲。结婚5年，我一直没怀孕，此番前来是婆婆授意的，让杨艳艳找老公怀个孩子回去，好让老傅家后继有人，震碎三观。隔壁动静越来越大，两人毫不顾忌，我却再没有睡意，真想立马冲过去撕烂这对狗男女，竟然利用我的心软善良，把我耍得团团转，岂有此理！但理智告诉我，不可以，不能打草惊蛇，没有全盘的谋划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凌晨4点多，卧室的门被打开，是老公进来了。他和杨艳艳折腾完，又回到了我们房间，大手从背后抱住我，我的内心恶心至极。肮脏的男人，和别人纠缠完，又回来假装陪我一整晚。想到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画面，我就克制不住犯呕。第二天，老公照常去上班，杨艳艳出门买菜，趁着家里没人，我在各个房间里都安上了针孔摄像头，才驱车去了公司。晚上，杨艳艳又照常给我准备了牛奶，这次我没有倒掉，而是放入事先准备好的塑封袋里，密封好冷藏起来，然后假装睡着。同样的时间，我从手机监控里看到这对狗男女又开始了。我索性关了监控，洗洗眼睛，准备睡觉。接连几天都是差不多的套路，男盗女娼，这两人真是精力旺盛。我把每一天的牛奶都密封冷藏好，交给了我的闺蜜乔依依，让她帮我化验。很快依依就给了我答案，地西泮，就是我们俗称的安定，而且剂量越来越大。我让依依记录好所有的化验结果，并保留好样本，以备后用。而在老公面前，一直假装不知道他和杨艳艳的计划与苟且。几天后，我刚想出门，
却和突然从老家来的婆婆撞了个满怀。她一进门就拉着我的手说：“顾晴，妈看你怎么瘦了，是不是凯文那小子欺负你了？尽管和妈说，我替你收拾他。”婆婆一副通情达理的慈母样子，要不是我知道了他们的计划，真的会很感动。婆婆张玉兰是一名乡村老师，公公在傅凯文7岁那年突发疾病去世，婆婆此后未再结婚，独自一人将傅凯文抚养长大，吃了很多苦。妈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凯文他对我很好，还找了个保姆料理家务。我违心地夸赞着。当说到保姆2字时，我明显地看到婆婆眼中有一丝慌乱闪过。那就好，妈年纪大了，想你们就来了，只要你们俩和和美美的，快点让我抱上大孙子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婆婆装模作样地摸了2下自己的胸口。放心吧，妈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去上班了，午饭你和燕燕吃吧，公司有事我就不回来了。看着她虚伪的面孔，听着这些伪善的话语，我的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，找个借口赶紧出来。另一个原因是为了给她制造和杨艳艳独处的机会，看他们又在憋什么坏。我到了公司，一进自己办公室就赶快打开手机监控。只见婆婆慵懒地半躺在贵妃椅沙发上，杨艳艳则像伺候老佛爷一样，给婆婆捶背捏腿，端茶送水果的。杨艳艳谄媚的样子，活脱脱像是老佛爷身边的小奴才。我调大手机音量，听听他们在说什么。伯母，人家好委屈啊，本来我才是您的儿媳妇，我和凯文哥哥早就有了夫妻之实。什么？我竟然不是老公第一个女人？他早就和女友在一起了，大学时竟然说我是他的初恋。傅凯文，你到底还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？燕燕，伯母也一直拿你当儿媳妇看待，谁能料到凯文大学时候遇到这个女人？他还非扒着凯文不放手，要不是看顾晴家条件不错，能给凯文帮助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他们结婚的。婆婆提到我的时候，一脸嫌弃的样子，隔着屏幕都能溢出来。伯母，那个不会下蛋的鸡，好几年也没给凯文哥生下一儿半女的，所以伯母只能指望你，快点和凯文要个孩子，让那个女人滚出这个家。她仗着娘家有能力，总是压凯文一头。想要孩子，痴人说梦。这2人大概都不知道傅凯文有无经症，就连老公自己也不知道。婚检时我就知道了，医生说治不好，怀孕的可能性几乎为0，让我慎重考虑。那时候的我深爱着老公，怕他知道了伤心，干脆直接把报告单藏了起来，并告诉老公我们2人都很健康，报告单被我不小心弄丢了。这些年我一直没有怀孕，不管是谁问起，我都一直打着哈哈，不想要，太忙了，没做好准备等等各种理由替老公遮掩着，老公也从未怀疑过是他自己的问题。没想到这2个恶毒的女人，竟因为这个要将我撵出去。就凭她也想鸠占鹊巢？做梦！既然你们那么想要孩子，好，我就给你孩子，如你们所愿。我拿起手机给乔依依打电话，把我的要求给她说了一遍。好的，晴，这是包在我身上。这段时间，依依一直在帮我调查杨艳艳的所有。很快，乔依依就找到了杨艳艳的前男友牛强。听牛强说，当年我跟老公结婚后，他和杨艳艳就谈起了恋爱。后来是杨艳艳嫌弃他穷，
便和他提了分手。一一和牛强说明了任务，并把他包装成一个突然暴富的有钱人，还给他租了一辆名贵跑车和一座豪华别墅，让他去追杨艳艳，承诺事成之后给他50万元作为报酬。牛强当然乐意效劳，能免费体验有钱人的生活，还能报复穷的前女友，最后还有一笔丰厚的报酬，想想就觉得开心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我借口出差都没有回家，一来不想看他们演戏，二来他们所有的动向我都能掌握。在杨艳艳买菜的必经之路上，牛强将她拦住，展开疯狂追求，说他一直深爱着杨艳艳。没有杨艳艳的日子，即使现在再有钱，也觉得了无生趣。各种花言巧语、糖衣炮弹轮番上阵。杨艳艳是个无脑的女人，又有着蜜汁自信，她并没有过多考量事情的真实与否，就沦陷在牛强的温柔乡里了。很快，杨艳艳开始借口买菜出门，被牛强用跑车载着去别墅偷欢，且每一次都被牛强记录了下来。突然一天，杨艳艳拿着2条杠的验孕棒，兴奋地在牛强面前晃悠：“强哥，人家怀了你的孩子，快点娶我好不好？给孩子一个名分。”“没问题，艳艳，你就是要天上的星星，我也能给你摘下来。”当然，之后牛强再也没有出现过，杨艳艳用尽所有的办法都找不到。牛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杨艳艳甚至怀疑是自己做的一场梦，但孩子却是真实存在的，她只能继续待在婆婆身边巴结着。有一天，我从监控中看到婆婆无意间发现了杨艳艳的验孕棒。“艳艳，你怀孕了，怎么没给我说呢？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！”哈哈哈，婆婆喜不自胜。杨艳艳一脸苦笑，借坡下驴道：“是的，伯母，还没来得及和您说，想给您个惊喜呢。真是脸皮厚比城墙。”接着婆婆摸起手机就给老公打电话：“儿子，艳艳怀孕了，我们傅家终于有后了，你真是太能干了。”婆婆兴奋极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家真的有皇位需要继承。我在监控里听不到老公在电话里说的什么，但是不一会就看见老公出现在客厅里，这时专门从公司赶了回去。他抱着杨艳艳，兴奋地转圈圈。“冤大头，你就乐吧，有你哭的时候。”听到杨艳艳怀孕的消息，很快老公就给我拨打了电话：“顾晴，我们离婚吧，艳艳怀了我的孩子，我不能让她没有名分。”刚才在监控里看到老公有多高兴喜悦，这会就有多冷酷无情。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我还是被老公这个态度伤到。“老公，你不是说那次你是喝醉了吗？你不是保证再也不会了吗？你们竟然又搞到一起，还有了孩子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们恩爱多年，我家里也一直帮你，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？”我半真半假地控诉着。“不要说了，艳艳爱我，也愿意给我生孩子，不像你这么多年一直怀不上。还有我在你家人面前总有种仰人鼻息的感觉，我受够了。我是个男人，需要被尊敬、被仰视、被人需要。我们傅家3代单传，这个孩子一定要有名有分。你快回来，我们把离婚办了，别耽误我儿子认祖归宗。”说完，就无情地挂掉电话。“傅凯文，你婚内出轨，离婚还得让我乖乖回去配合你。想得美！你是真把自己当大爷了，我就是不回去，
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接连几天，我都没有回去。傅凯文急了，找到公司来，一进门就扔给我一份离婚协议。这是你的离婚协议，家里所有的动产不动产，你我一人一半，从此一拍两散，再无瓜葛。傅凯文态度冷漠，完全没有一点夫妻情分。傅凯文，我想你是忘了，房子是我爸在我们婚前全款买的，这属于我的个人财产，你是分不到一丁点的。傅凯文气得脸通红，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反驳，只能吃瘪咽了回去。好，除了房子，剩下的我们均分，没问题就签字。傅凯文说着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了另一份的协议。原来第一份协议是用来诈我的，就想着我不研究法律，任他糊弄。这就是我爱了多年的男人，当初真是瞎了眼。傅凯文，你婚内出轨，还和小三有了孩子，我本该让你净身出户，但是你也知道，一来我不想与你这个恶心的男人纠缠，二是本小姐我不差那点钱，就当是喂了狗了。我拿过协议，大笔一挥，随手就签上了字。哈，傅凯文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我和老公正式办理完离婚后，开始启动我的下一步计划。但是还不到发作的时候，我在等一个契机，让老公身败名裂，多年努力尽毁。我们离婚后，傅凯文用分到的钱财置办了一套新房，迎接他心爱的女人。很快，杨艳艳生了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。傅凯文和张玉兰乐坏了，精心准备，把老家的亲朋好友，还有这里的同事、领导等都请来，要大摆满月宴庆祝。这正是我要的契机。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就绪，就等这一天了。满月宴设在锦江之星，本是最豪华的酒店。傅凯文也真是下血本，还包了最大的一个厅，各种鲜花、蛋糕、气球、漂亮装饰等等堆砌了一屋子。大屏幕上还循环播放着他们一家三口的温馨照片，气氛烘托得非常到位，在宾客面前赚足了面子。杨艳艳也沉浸在这美好之中。突然大屏幕一阵黑屏，人们开始诧异，问怎么回事。傅凯文站在屏幕前方解释道，可能线路有点问题。大家话还没说完，只见大屏幕上开始播放着牛强和杨艳艳的画面。看到这一幕，杨艳艳尖叫一声，疯了一般的想冲上台，却被我早就已经准备好的保安拦住了。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到她的真面目，让所有人都知道小三的下场不会好。全场宾客一片哗然。傅凯文一看脸都紫了，刚想解释什么，画面又被切换了，是杨艳艳说怀了牛强的孩子，让牛强娶她的一段视频。看到这个，傅凯文惊地下巴都要掉了。他这才明白，自己被戴了绿帽子，而孩子根本不是自己的，他就是个冤大头，替别人养儿子。还没从这个震惊和羞耻中反应过来，大屏幕上又变了，是关于牛奶被添加安定的检验报告，受害者是傅凯文前妻，而施害者是谁？满堂宾客议论纷纷，矛头都指向傅凯文和杨艳艳。荒唐，荒唐！大家不要看了，都是假的，假的！傅凯文开始歇斯底里，语无伦次。还没喊叫完，屏幕上的信息又换了。这次是一组数据，显示傅凯文在公司挪用公款、职务侵占、泄露公司机密等各种行为的调查结果。大厅里的宾客讨论声都快沸腾了，
这一群来吃席的变成一群来吃瓜的。这还不算完，突然大厅的门被打开了，进来几名警察同志。傅凯文、杨艳艳，我们接到举报，你们2人涉嫌参与多项违法违纪活动，请你们2位配合我们调查。此时的杨艳艳早已吓得不成人样，就这样他们2人被带走了，只剩下满屋子的吃瓜群众，以及跪拜地像疯子似的钱婆婆张玉兰。我总算舒了一口气，尘埃落定，终于让恶人受到该有的惩罚。那对狗男女最终的下场，我已不想太在意，相信法律会有最公正的裁决。雨过天晴，我终于可以安下心来过自己的生活。这天，我刚要下班，办公室里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就是我的钱婆婆张玉兰。顾晴，都是你在幕后操纵的，对不对？张玉兰一进门就指着我的鼻子开吼。张女士指的什么？我身体后仰，舒服地倚在豪华的办公椅上，云淡风轻地问出口。我儿子如今已经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了，这一切都是你在背后搞鬼，是不是？满月宴上那些视频都是你放的。张玉兰看得越说越气，手指不停地哆嗦。要不是我，你们还在替牛强养儿子呢，哈哈，真可笑，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，你们娘俩不应该感谢我吗？我摆出一副做了好事却不得理解的苦恼表情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你的宝贝儿子傅凯文有无精症，是根本不可能让人受孕的。我又补一刀。你胡说，我儿子这么健康，怎么会有无精症？你这个不会下蛋的鸡，自己怀不上，还怨男人，你这个毒妇！张玉兰已经快要抓狂了。我不紧不慢地从抽屉里拿出婚检报告，摆在钱婆婆面前。张玉兰毫无素质地一把将报告夺过去。怎么会这样？凯文一直很健康，怎么会是无精症？张玉兰一脸不相信的样子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张玉兰整理了下震惊与愤怒的情绪，稍微冷静下来问道：这是婚检报告，领证前就知道了。医生还劝我慎重考虑这桩婚姻，因为老公能让我受孕的几率几乎为0。我悠悠地说道：那时候我深爱着傅凯文，哪怕一辈子没有孩子，也要嫁给他，还怕他知道了伤心，自己偷偷把报告藏了起来。回想起往日甜蜜的时光，如今却是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我不禁感到无限唏嘘。这些年，我为了维护他的尊严，不管是谁提起孩子的事，都被我打岔过去。只是没想到我自己的一片真心为了狗，被你们3人如此算计。我自嘲地笑道：晴晴，是凯文对不起你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你人脉最广了，帮帮他好吗？也只有你能救他。钱婆婆没了刚才的气势，哀求地说道：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行行好，再帮这个男人一次，不然他真的要坐牢的呀。张玉兰说着，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我的内心有一瞬间的动摇，毕竟是我爱了这么多年的男人。可是转念一想，也正是这个我掏心掏肺对待的男人，对我满口谎言，下安眠药，在我家买的婚房里堂而皇之地出轨，还计划着将我赶出去，让小三上位。伤害就是伤害了，如果道歉有用，那要警察干吗？你起来吧，傅凯文，我是绝不会救的。我坚定地说完，转身就离开。张玉兰猛地起身，对着我离去的背影大声喊道：顾晴，
你这个冷血毒妇，见死不救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不光不救他，我还得给他点点猛料过去。铁窗之下，傅凯文像一头困兽，失魂落魄，面目狰狞，再没有往日的风采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傅凯文一开口，声音里满是疲惫，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。也对，任谁一股脑遭受这么多打击，也会承受不住。我只是默默地看着他，并未回答他。你怎么知道那个贱女人和牛强有染的？傅凯文调整了一下不舒服的椅子，问道。因为牛强是我安排的。你这个疯女人！傅凯文气得双拳紧握，而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，未被他愤怒的情绪影响到。那你怎么确定孩子是牛强的，不是我的？傅凯文情绪淡定了一会，继续问道。因为你有无精症，根本不能让女人怀孕。信口雌黄，无稽之谈。傅凯文刚刚平静下来，又被我短短几个字击得额头青筋暴起。我内心毫无波澜地拿出婚检报告。傅凯文惊呆了。那时你就知道为什么还会选择跟我结婚？因为那时我爱你，心甘情愿。我平静地吐出这几个字。傅凯文突然有些怔忡，身体猛地往后倚在座位靠背上，抬头看着天花板，双手捂住脸。良久，我看见有泪痕从他眼角滑出。我起身离开，快要走到门口时，听见了一句微弱的“对不起”从墙角传来。我徒步回家，想要感受一下这温暖的春风，看看争奇斗艳的花朵，听听鸟儿叽叽喳喳的叫声。我已经太久没有感受大自然了，压抑了那么久的心急需这些美好事物的抚慰。快要到我家小区，突然从转角窜出一个人来，把我吓了一大跳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这人用一把尖锐的短刀划伤了胳膊，接着鲜血汩汩流出。我忍着疼痛，立即抓住他的手制止他，才发现这人竟是傅凯文的妈妈张玉兰。顾晴，你这个毒妇，把我儿子害得这么惨，我要和你同归于尽。你儿子是自作自受，咎由自取，关我什么事？就是你，害了我儿子，他是我们傅家的独苗，现在前途尽毁，他是我唯一的希望。哈哈，完了，完了！张玉兰开始语无伦次，几近疯癫，但手上的力气却非常大。我拼尽全力反抗他，却见他就要将短刀刺向我胸口。我的手越来越支撑不住了，短刀已经抵在我的衣服上，眼看着就要刺入胸口，我的冷汗直流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忽然从拐弯处过来一支健步走队伍，声势浩大，男男女女好多人。他们见状立即跑过来夺走张玉兰的短刀，将我们俩拉开，并帮忙拨打了110和120。感谢健步走成员，真是一群可爱的人，要不是他们，我说不定真就没命了。以后我也要加入他们。接着警车和救护车相继赶到，我被救护车拉走，张玉兰被警车拉走，一南一北朝着2个方向奔去。傅凯文、杨艳艳、张玉兰这3个名字从此在我的生活里彻底消失。那些让我难受的无数个夜晚也终将会一去不复返。我会把那些人、那些事都忘记，就当是美好生命里的小插曲。乌云遮不住太阳，再重的阴霾也终究会散去。人总要往前走，学着和命运和解，重新拥抱这美好的世界。为了我爱的和爱我的家人，开开心心过好这一生。
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